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类脑多流视频 Transformer 与稀疏自选择机制。这项研究来自德黑兰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院，作者团队提出了类脑双流架构，名为 SWW-Former。它模拟生物视觉的 What 与 Where 通路分工，核心机制是稀疏自选择及赢者通吃策略。研究目标是从生物视觉通路走向高能效人工智能，验证基于两大视频基准 Kinetics 400与 Something Something V2。结果显示，模型位于帕累托前沿，兼顾精度与效率，这为后续神经对齐分析奠定了实证基础。密集自注意力使算力随序列长度平方爆炸，复杂度为 OBIJD， 规模扩大及剧增。灵长类视觉依靠局部稀疏与分工保持高效。大脑有专用双通路，分离物体识别与运动感知，侧向抑制只激活极少数神经元，形成赢者通吃。这些归纳偏置或可转化为代码替代暴力计算。生物分工与稀疏选择引入视频模型，避开陷阱，但其工程转化与硬件适配仍需谨慎验证。腹侧通路负责形状、颜色与精细物体识别，且数据特征是高空间分辨率、低时间频率。背侧通路负责空间位置、运动轨迹与动作引导，该流的数据特征是低空间分辨率、高时间频率。两条通路形成互补而非冗余的视觉分工，这种对称映射可作为模型的双流架构基础。将生物视觉分离设计转化为代码正是核心目标。传统视频 CNN 以 i3D 为例，是单流局部卷积注意力，其计算复杂度极高，生物学可解释性偏低。标准视频 Transformer 以 Timesformer 为例，也属于单流视觉架构，但密集自注意力的复杂度呈 O(n) 平方及二次方缩放，它的生物学可解释性极低，缺少明确的神经支持。SWW-Former 架构将视频分解为 What 与 Where 两条独立通路，稀疏自选择机制实现 O(n) 的线性高效路由。双流稀疏设计的表征与人类 EEG 高度对齐。宏观架构物理切割，视频流拆成两路独立处理。Where 流捕获运动信息，用低分辨率配高帧率。What 流提取静态细节，用高分辨率配低帧率。两条路径互不干扰，时空特征不再暴力纠缠。两路模块输出汇入融合层，完成双流合并。融合层可以简单拼接，也可以用交叉注意力。最终特征交给多层感知机，输出动作类别。这种物理切分让模型更接近大脑分工逻辑。密集注意力复杂度为大 OBIJD， 加权求和涉及庞大矩阵乘法，并且能耗高。稀疏自选择用 argmax 取唯一胜者，通过 gather 取出胜者，跳过加权融合。它的神经对应物是侧向抑制与赢者通吃，复杂度降至大 OBID， 规避矩阵乘法。这个机制可大幅削减算力与内存开销，移除平方级复杂度，长序列处理才实际可行。自选择全依赖 argmax， 离散操作不可导。训练期使用 Gumbo Softmax 与温度套。软选择让梯度自由流动，并随退火温度收敛。推理期移除噪声，执行严格的 argmax。100%确定性的离散路由，彻底释放内存占用。输入特征经1×1卷积生成 KQV 向量，选择注意力图乘以 V， 再经1×1卷积，最终得到特征图 Y， 完成自选择前项过程。在 Kinetics 400基准上 ，SWW-Former 表现突出。横轴为对数刻度推理时间，纵轴为 Top One 准确率。SWW-Former 系列点落于散点图最左上方，其中 Attention 变体 Top One 准确率达到 82.55%， 同等参数数量下，推理耗时大幅缩短。虚线勾勒的帕累托前沿显示全面领先，它显著优于 Timesformer Slow Fast 与 i3D， 算力下降的同时，它反而突破准确率天花板。在时序动作基准上，该模型依然领先，它的准确率最终达到 73.18%， 这一成绩超越了同期多个主流基线模型。空间扰动测试中，它的准确率下降更少，下降幅度大约在 13% 到 17% 之间，而标准注意力模型的下降为 21%。双流融合机制显著提升了整体系统稳定性。生物冗余设计带来了额外的工程抗干扰能力。
RSA 让脑电信号与模型特征变得可比。观看视频时，128通道 EEG 记录脑活动，根据这些信号计算人类大脑表征差异矩阵，模型处理同一视频，生成内部嵌入表征差异矩阵。Spearman 至相关能定量比较两套矩阵，ρ越高表示模型特征越接近人类。RSA 关注关系结构而非绝对数值，这让类脑模型的评估有了可验证的标尺。在195毫秒处，模型与人类视觉皮层同步，该峰值对应人类早期类别选择的关键窗口，拼接融合版相关系数最高达 0.18， 该数值占人类噪声上限 78%， 它显著优于单流 Transformer 模型的处理节拍与大脑认知完美契合。这一时间同步验证了类脑机制的时序价值，人类噪声上限为 0.23 仍有距离，空间维度上模型与大脑的映射同样清晰。Watt 流特征提取集中在大脑颞叶区域，这个区域对应人类腹侧通路的精细识别。威尔流特征提取集中在顶叶区域，这个区域对应人类背侧通路的运动感知。脑电地形图对比提供了直接的空间证明。模型双流设计与真实物理分区高度吻合，这不仅是结构模仿，更是功能层面的复刻。层级不断加深，模型与大脑表征相关性持续上升。从首层到第7层，斯皮尔曼相关系数约从 0.09 升至 0.18。浅层网络主要提取低级几何特征，如边缘与轮廓；深层网络提取高度抽象特征，贴近人类视觉认知。稀疏自选择机制在层层传递中提纯类脑表征，它与人类噪声上限 0.23 的距离缩小，但仍有差距。更深网络能去除无用生物学噪声，保留关键信息。层级深度是类脑对其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。该模型同时展现硅基收益与碳基共鸣，其计算复杂度降为线性，不再是平方级。在动作基准上，准确率突破 82.55%。面对空间扰动，该模型显示出极强鲁棒性脑电对齐程度，占人类噪声上限的 78%。在195毫秒处出现类别选择的完美共振，颞叶与顶叶的精准映射复刻了双通路分工。核心洞察效率与对齐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Neural AI 正在重塑基础模型的未来，核心方向是向大脑学习。多流分工打破了时空纠缠，高分辨率与高帧率不再对立。赢者通吃机制用线性通路替代二次方级的密集注意力计算。EEG 与 RSA 构建出量化标尺，生物合理性得以被数据验证。这套思路意味着效率与对齐可以同步优化，而非彼此妥协。不过，当前验证仍限于视频识别任务，复杂语言与决策场景尚未覆盖。开源代码已经公开，研究者可以直接复现并测试其边界。未来的关键在于把类脑设计推广到更广泛的基础模型，向内看大脑可能正是突破算力瓶颈的一条可行路径。